嗨，大家，我是凯。这次要分享的生酮甜点食谱是无糖、无面粉的低碳巧克力布朗尼，也会示范给你们上次无粉饼干食谱用到的无糖焦糖酱和超简单的巧克力花生酱作为布朗尼的内馅。这次的生酮布朗尼凯会分享2个版本，一个是略带嚼劲的软心布朗尼，另一个是偏向蛋糕体的湿润版本，一定也会是另外一集不能错过的宝藏配方哦。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我的频道会在每周1和周4分享一款生酮食谱。如果你对生酮、低碳、无糖、健康食谱感兴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做无糖焦糖酱，称25克黄油，45克淡奶油，50克阿洛酮糖，锅里倒入黄油，开小火加热直到融化变色。加入阿洛酮糖，融化后再加入淡奶油，这时候淡奶油的水分会快速蒸发，然后就可以加点盐巴，继续熬煮，直到浓稠。这焦糖酱可以在冰箱放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冷却后会更硬哦。接下来我们来做无糖巧克力花生酱，称35克黄油微波炉加热融化，然后称50克代糖，搅打成粉末。150克花生，我用的是炒好的花生碎，但是还是决定再炒一下。放入搅拌机，开始搅打。搅打过程中可以把边边没搅到的地方刮起来，花生油会慢慢被打出来，变成花生酱。这时候我们可以加入融化好的黄油，也可以用椰油代替哦。称好的代糖粉，继续搅打。接着我们可以加入2汤匙可可粉，再搅打。其实我这个搅拌机的马力不够强，能到达的细腻程度就只有这样了。盛出来盖上保鲜膜，一样可以放冰箱冷藏，也会变硬哦。接着我们来做第一款软心版本的布朗尼，称25克杏仁粉，1/8茶匙黄原胶，搅拌，均匀分散黄原胶。接着称15克可可粉，15克黑可可粉，如果真的找不到黑可可粉，可以全用普通的可可粉哦。搅拌均匀备用。接着称100克的阿洛酮糖，用这款代糖是做出软心布朗尼的其中一个小秘诀。如果真的找不到，可以用其他代糖哦。我自己没试过，但听说木糖醇也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加入1/8茶匙盐巴，搅拌均匀备用。锅里称90克黄油，45克无糖纯黑巧克力，隔水加热，直到黄油和巧克力完全融化。记得别过度加热，不然可可脂会被逼出来，布朗尼面糊就无法均匀混合了。加入称好的阿洛酮糖，搅拌，直到充分混合，像这样。加入1颗蛋，半茶匙香草精，搅拌好的状态应该会像这样。加入混合好的可可粉，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加入混合好的杏仁粉，面糊到最后会呈现这种比较浓稠的状态。因为没有单独的布朗尼小模具，灵机一动就用了有不粘层的纸杯。软心版本我决定用焦糖酱作为内馅，铺一层面糊再放上内馅，再铺一层面糊，要确保焦糖完全被覆盖起来，不然会有灾难哦。再一个个放上自己喜欢的坚果，就可以送入一热烤箱，180度15分钟。无糖焦糖内馅软心布朗尼完成。接着我们来做第2个版本的布朗尼，称15克可可粉，20克黑可可粉，搅拌均匀。60克赤藓糖醇里加入1/4茶匙盐巴，搅拌均匀备用。称25克杏仁粉，1/8茶匙黄原胶和1/8茶匙泡打粉，搅拌均匀。锅里称65克黄油，加热融化后加入代糖，混合好的可可粉，搅拌均匀后加入1颗蛋，这时候可以改用打蛋器搅打，然后加入15克的水，
1/8茶匙香草精，混合好的杏仁粉，再搅拌均匀。这个版本会用巧克力花生酱作为内馅，一样的步骤。180度15分钟，烤好放凉后轻松脱模。比起上一款，这一款比较适合不喜欢巧克力太浓郁的小伙伴哦。看了那么多的诱人特写，不知道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开始要做起来了呢？最后希望你们可以为这支影片点个赞，让凯更有动力研究，并且分享更有价值的内容吧。那我们过几天见喽，拜拜。